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韩国的一家报纸啊 ，IL1O 啊，就是日报啊，它报道了李世培的恩师啊崔东植教授生前的一起官司。这才给我们解开了 LK99 啊，他真正的前世今生。那由于崔教授2017年已经去世啊，这个报道呢，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吧，就用 C 教授来代替崔教授，用 K 大学呢代表高丽大学。我们下边也按这个来讲啊。那据报道啊，有分析认为呢 ，C 教授啊，早在30年前就预见到了史文超导研究的争议，因为他曾在1993年的一次媒体采访时表示啊，必须观察到麦斯纳效应才能称之为超导体。那这个前提啊，一直妨碍了超导体研究的进行。你看，那从今年7月份 LK99 曝光开始 ，LK99 啊一直未表现出被第三方证实的麦斯纳效应。因此呢，就有人质疑它是否真的是超导体。我们时间啊回到24年前，1999年3月啊，韩国上市公司 S 公司啊提起诉讼，要求 C 教授退还3亿韩元。S 公司的诉讼对象呢是 K 大学的法人实体，那 C 教授呢也是这个法人实体的一员。S 公司起诉 C 教授的经过呀是这样的：1997年2月啊。S 公司最大股东变更为 B 公司，这是一家中型的服装公司。之后啊 ，S 公司呢从事化工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制造啊等多个领域，同时积极进军先进科学领域。而 C 教授呢正在寻找资金呢支持他的超导研究。S 公司相信啊 ，C 教授已成功开发出了室温超导合成技术。并1997年6月与 C 教授签订了合同，支持他在室温超导领域的研究，包括下一代电池和制冷系统的开发。S 公司呢直接支付了3亿韩元作为合同款项。你可能觉得其实也没多少钱是吧？1亿韩元现在不到60万人民币嘛。但是你别忘了，那是1997年啊，韩国金融危机，韩国差点破产，韩国最大的28家企业集团负债总额当时达到1775亿美元，平均负债率高达450%吧。就现代集团一家债务就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当时韩币啊对美元在1997年12月23号啊降到了1995比1，所以那会儿的1亿韩元大概相当于42万人民币。这是24年前的。那这些资金啊，对于流动性不好的这个企业来说，那根本就是雪中送炭，是吧？此后呢 ，S 公司同意啊，在1997年9月到1998年2月这4个阶段向 C 教授支付额外的2亿韩元。他们还准备了一份合同，明确了开发完成的具体标志和开发进度，并在韩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电子披露系统中公开了与C 教授的这个合同内容，称之为与经营活动相关的重要事实。然而啊 ，C 教授并没有在合同签订后提交与研发成果相关的报告，他也没有在6个月内完成室温超导样品的制备。随后呢 ，S 公司在1998年1月以合同违规为由呢，通知 C 教授解除合同，随后就提起了民事诉讼，要追回呢3亿韩元。当时呢 ，S 公司和他的母公司 B 公司啊，因为外汇危机而资金短缺，金融危机嘛，所以多家 B 公司的这个子公司都宣告破产。S 公司呢，在1997年的财务报告中呢，也出现了亏损。然而呢，随后 B 公司遭到调查，揭示了 S 公司啊，在1997年曾经处于亏损状态，而 S 公司呢，通过虚构财务报表以获得贷款。那么2000年啊 ，S 公司也宣告破产。在 B 公司母公司的最大股东于2002年6月更迭后呢，在2002年8月完成了债务偿还。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法院认定啊 ，S 公司和 C 教授的合同解除是合法的。C 教授啊，在经过4年的审判过程后啊，最终败诉。1审和2审都判决 S 公司胜诉。那最高法院啊，在2003年7月驳回了 K 大学的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啊，当时强调说，如果开发室温超导成功呢，将会产生极高的
研究成果和巨大的经济附加值，甚至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法院认为呢 ，S 公司呢完全相信了 C 教授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因此 S 公司就按照 C 教授声称支付了合同款项。然而啊，法院认为 S 公司呢是基于错误的理解签署了合同，认为 C 教授已完成了指纹超导这个研发工作，只需要制备样品后进行后续步骤。那法院也指责 C 教授呢夸大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合同签署的时候啊，C 教授的超导体研究仅仅处于理论阶段，还没有达到实验室开发的这个初期阶段。K 大学对一审判决就提出上诉嘛，但二审呢仍然维持了 S 公司获胜。二审法庭同样也认为 S 公司基于对 C 教授的研究信任，错误地认为他的研究已经完成，因此签署合同。法院还指出如果没有这种误解， S 公司可能不会签这个合同。此外呢，法院还指出在常温条件下实现这个超导体合成技术尚未开发出来，并将 C 教授的理论呢视为一种创新，并指出他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证。在 C 教授的理论中液电是指这个导电子在不带电阻的情况下移动的现象。那 C 教授指出呢，当发生液电现象的时候呢，超导体在电阻为0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实现超导性。这与主流学术界关于超导体的理论观点是截然不同。C 教授呢曾在一本书中写道，当我向一位物理学家提出这些理论的时候，他回应说你这不是科学而是小说。C 教授的理论将液电为超导性的前阶段。那 C 教授的学生就是这个量子能源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在2004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解释了液电现象后，这个电子团的震荡会引发无电阻的超导体行为，就是李士培的论文。尽管呢 LK99 的研究小组通过与美国威廉玛丽大学的金贤卓教授等人合作呢，对超导体理论进行了完善，但仍然还是以 C 教授的理论为基础。在2023年4月LK99 研究小组呢在韩国晶体生长学会的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将 C 教授的液电理论作为 LK99 的理论背景。K 大学曾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但最高法院呢也否定了他们的上诉，维持原判，生效了。C 教授曾在4年的审判过程中坚持认为他很快就能完成室温超导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提到了一种被认为是 LK99 的物质这种物质呢被发现于1999年。那根据二审判决书C 教授在法庭中声称，但是在1994年我开发了在常温下运行的超导体样品，并从中提取了大约1000个样品，可以在常温下引发超导现象。虽然我没有将它分离成纯物质，但我预计会在2001年底制备出完全的室温超导。C 教授还坚持认为只需2亿韩元我就能制造出基于液电现象的实用液电池。然而二审法庭指出C 教授仅一次向一位律师提供了有关液电的信息，并没有进行正式的协商或申请专利。一审法庭也指出尽管 C 教授声称他在1999年7月提取了在常温下运行的超导体样品，但他没有分离出纯净的物质，并表示呢他的研究还处于实验室的初级阶段。这个案例就反映出了高科技研发投资在它转化中的存在很多坑，这个坑很可能坑投资方，也可能坑科研人员。就按照这个报道来说崔教授已经烧过上千炉子了。经过这20多年，那 LK99 是否提纯了呢？这个事儿还是个谜。所以相对来说呢，科研人员可能在合同建立、确定投资方面经验并不太足，或者急于获得投资，所以更需要注意这个合同条款。特别是这个案例你看科研人员可能急于获得这个资金上他有这压力嘛，所以他在说这个研发进度的时候就表现得过于乐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倾向。那投资企业呢也可能对这个高新技术研发的这个复杂性或者不确定性评估不足，存在这个盲目跟风这个投资的问题。
所以双方在订立这个研发合同的时候啊，对研发进度、成功条件和风险分担这些内容约定可能就不够严谨或者合理。在法律监督不完善的时候，科研报告的真实性实际上也很难以被充分验证。我们之前就讲过呀，说量子能源研究所可能是在引资，但是啊，就算是导，恐怕也要有顶刊的背书。科研人员的商业经验不足，这个往往也是导致这个纠纷的原因。所以啊，我们现在说做实验要注意人身安全，是吧？那你引资合作也要注意投资的风险和违约条款。你搞科研的需要保持这个谨慎乐观的态度，避免主观乐观啊。投资企业呢，也要进行很严格的这个风险评估，这都是老话了，是吧？要明确这个研发过程中的这个我们叫里程碑吧，或者这个考核机制，你分阶段验收成果啊，就是设一个 milestone， 是吧？里程碑跟建筑付款一样，盖一层给一层的钱。所以务必要找这个法律这个商业专业机构找他们帮助啊！你确定合同条款这个要合理充分，不要以为我都博士了是吧？拜托，你是搞科研的博士，一般你是不会有律师证书的。就算你有这个律师证书，那专利律师也是很细分很专业的领域啊，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所以科技创新呢是需要社会支持的，但是也需要审慎的态度和这种风险意识啊。所以这个案例啊，对当前啊就是 C 教授的这个得意门生李石培，他目前的处境恐怕也有相当的这个警示作用，毕竟是恩师踩过的坑，不能再踩了。对 LK99 这个史文超导体研究啊，我们需要保持这个积极支持和审慎的态度啊，这种结合起来，在正视这个成果前呢，不要过分的渲染和炒作啊，毕竟这些传统技术，这些实体企业，它的科研投资啊，和互联网企业是吧，那种风险投资还是有区别的。你需要在各方面的这个共同努力下取长补短，你才能在降低风险的这个前提下，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造福社会啊。那崔教授的技术最终他吹开了这个史文超导研究的这个花朵，那他的遭遇呢，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这种经验教训。那好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韩国的一家媒体报道的 LK99 它的前世今生。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